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海上值班常态化，美国的研究报告是示威，也是为了要钱。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路透社4月4日发表一篇文章，说五角大楼去年底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当时没太注意，现在发现了，说报告提到了中国首次做到了确保任何时候6艘近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094弹道导弹核潜艇，6艘里边至少有1艘是在南海海域执行战备值班任务。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战略核反击能力比以前更落实了。报告认为，这说明中国海军弹道导弹潜艇部队在许多领域，包括后勤指挥还有控制以及在导弹武器等方面都有了进步，有了更好的可靠性。中国开始跟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过去几十年做的一样了，让弹道导弹核潜艇随时能够针对威胁进行核反击了，从而让对手的核力量不敢轻举妄动。而且随着中国巨浪3潜射导弹的发展，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可以在中国的岸边直接向美国本土开火，不需要冒险脱离自己的海空力量保护范围。一旦中国比094更先进、更安静的下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服役，那么美军就会感觉更加的难以应付局面。所以未来10年到15年期间，要求国会投入更多资产，才能保证美军有足够多的更先进的攻击性核潜艇，可以持续对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的跟踪。那么这个报告的部分内容虽然是承认了中国海军的进步，但是在我看来还有2个意思。第一，这个报告是在对中国进行威慑，美国想通过这个报告说明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动向，甚至是活动规律，美国能大致掌握。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身边可能经常就有美军的攻击核潜艇在悄悄的跟踪。冷战的时候，美国就是经常蹲守在苏联核潜艇基地门口苏军潜艇一出门，美军核潜艇就要悄悄的跟上。苏联人还是通过了情报工作偷到了美军核潜艇航行记录，经过对比才发现，原来双方核潜艇航线记录是高度的吻合的。那次弄得苏联人极其紧张，只好主动收缩了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战备值班海域。所以很可能就是通过这么一个报告，美国人在向我们示威。我们还不能认为美国就是在吹牛，因为历史原因，美国在南海开展水下监听网络建设以及水文调查比咱们早得多得多。即使现在我们不是还能发现美军核潜艇在南海水下继续摸索，不断填补数据空白，结果导致康涅狄格号撞了脑袋吗？另外这个报告也是为了向国会要钱。美国现在确实有个担忧，就是美国造船能力大衰退造成的影响还会持续很久。现在美国全国造船厂加起来，军品线上同时造军舰的数量还真的比不过这几天特别著名的那个达利安的。如果说造核潜艇，中国现在也有了全球最大的建造能力，美国还在抱怨他们的新潜艇工期不断的延迟。比如建造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2家造船厂，要想达到每年交付2艘潜艇的目标，还需要再努力5年时间。所以那就需要国会增加拨款，才能够维持美国的水下优势。由于中国高超音速导弹还有反舰弹道导弹的出现，中美2国海上对抗的形势跟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美国水面舰艇已经不得不远离中国岸边，承担的就是阻止中国海军继续前出的任务，而美国海军的主要打击手段将由美军的核潜艇还有巡航导弹来承载。核潜艇又是美国当前最大的强项，所以未来美国一定要试图扩大自己的水下力量优势。那么报告也是提醒了我们了，不仅仅要把美国的水面舰艇驱逐到距离中国海岸线1000海里之外，中国也必须通过岸基的、舰载的、空中的各种有人的、无人的所有的平台，打造一个针对美军潜艇的足够大的水下防御纵深。一是要在台海作战中保障登陆作战安全，另一方面也是必须给我们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打造一个安全的堡垒海域。水下这个领域很有可能是未来中美2国海军最重要的争夺空间。